隐秘的角落里，观众都被戴着假发的秃头秦昊吓傻，人前人后两副面孔，不知道成了多少观众的心理阴影。这让我想起了《大佛 Plus》里的黄启文，他比秦昊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不仅是一个政商勾结的有钱人，更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负心汉。跟随他多年的老相好叶女士，付出了青春和感情，而黄启文却仍然寻花问柳。叶女士想找黄启文做个了断，向他索要青春补偿费，却被黄启文击晕，带到工厂内的大佛像面前。黄启文把昏迷的叶女士拖到车前，跪在佛像面前，不停地磕头，想要得到佛祖的原谅。哦，两人打斗中还薅掉了黄的假发片，露出一片地中海。随后他抄起佛像胳膊，又是一顿猛烈的输出。看到这，大家明白了为什么那天启文回来会连夜把佛头焊好，因为他将叶女士杀死，并将尸体藏在了大佛的肚中。此时画面定格，而保安室的两人更是死一般的安静。蔡伯准备报警，但杜才却很清醒。你不知道那里都是有钱人开的吗？两人呆坐一晚，准备去问下鬼神。两人找到一位乩童，俗称跳大神的，请神明上身，写下一篇启示。但今天两人得到的启示，却只有正正当当做人、孝顺父母之类的心灵鸡汤。不多得知两人看到了脏东西，便主动带他们去自己大伯所在的寺庙。到了一看，才知道庙里的是老蒋。两人问求平安多少钱，不直说这里讲元不讲钱，18000元。干你！那照片小哎，告警破表有什么好哑巴呀？干！叶女士失踪多日，家人报警后，警方在通话记录中查到，她生前给黄启文打了几百个电话，便找来黄启文问话。谈话中，警方也感觉黄启文有问题，可还没正式审讯，黄启文的一长朋友便骂骂咧咧的进来。我跟你讲，阮客文章伫地上是有头有面的人哦，哈，做也是善事哦，安尼菩萨心肠的人哦。虽有怀疑，但官大一级压死人，只得放走了黄启文。当晚，启文来到保安室，他已经很多年没进过这里，显然是有事而来。他先是嘘寒问暖，聊了一些有的没的。坐下来第一页是他望向监控，他此行是来旁敲侧击试探蔡普有没有在监控看到什么，随后主动摘下头套，问蔡普见没见过他这副样子。你敢要讲过我呢？你真正毋捌看过我呢？啊，你真正点头的意思是讲你捌看过，还是你真正毋捌看过？蔡普眼神闪躲，黄启文起身戴上假发，问蔡普的母亲身体如何。临走时话里有话的说了句：“人最重要的就是平安。”夜里杜才来找蔡普，他一直站在门外不敢进去，心里隐隐不安。两人静静地站在外面淋雨。蔡普想安慰杜才，却一句话说不出来。半夜时家被雷声惊醒，他心里仿佛有预感，杜才要出事。